大家好，我是 Tony， 我现在在松山文创园区，今天要来这里 Tony 开讲，介绍台北市东区80年来的地貌变化。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呢？因为我小时候就住在这附近的延吉街，我知道80年前松山文创园区附近是稻野阡陌，我小时候还见过这样的景象，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所以我今天就运用台北市100年历史地图网站，在不同年代，从1944年到1972年的旧航照影像，来看看台北市东区30年间的变化。所以我今天来这边开讲，算是个人的怀旧之旅，也算是我即将进入老年阶段，为那个时代留下一点历史见证吧。那我们的开讲就从现在这边开始。这个网站是台北市100年历史地图。我今天要透过不同年代的4张台北市东区航照图，来了解台北市东区从1944年到1972年这将近30年的岁月，整个东区地貌变化。第一张图我选的是美军航照影像1944年。那我们每一张地图都是从东区的新地标台北大巨蛋这边开始。我现在点1944年美军航照影像，这里就是台北大巨蛋现在的位置。这就是当时的松山烟草工厂，现在的松山文创园区。东北侧这是当时的台北铁道工厂，后来的台北机场，未来将成为国家铁道博物馆。这一条横向的白线是纵贯铁路，现在已经地下化，变成市民大道。那这一条是三张犁支线，又称四四兵工厂支线。那这里就是日本时代当时的日本陆军仓库，又称松山仓库，就是现在的台北市信义计划区。那台北101就在这里。三张犁支线在这个地方汇入纵贯线。那两条铁路之间，这边是延吉街，我的老家就在这里，所以我家前面有铁路，后面也有铁路。那这附近的稻田都是我小时候玩耍的地方。纵贯铁路的北边这一条横向的马路，是当时台北市区通往松山最主要的道路，就是现在的八德路，早期称为中正路。那这一条马路就是现在的敦化北路，往北走就抵达松山机场。从这张图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日本时代松山飞行场是建筑在这个地方，因为80年前松山就是台北的乡下地方，整个机场的周遭都是大片的稻田。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看看松山文创园区台北大巨蛋的风景。接下来我们要看第2张航照图，是1957年民国46年的航照图，这是台北大巨蛋。接下来我们选1957年台北市旧航照影像。好，我们稍微把它放大。这是现在的松山文创园区，台北大巨蛋在这里。这边是光复国小，这里是国父纪念馆，当时都还没有诞生。那台北101在这边，当时的信义路还没有兴建。这里是44南村。这里就是当时所有台北市的高中生很熟悉的三张犁靶场，也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那再往东边，这边就是象山，然后沿着三张犁支线一路过来，
哦，这边拍得非常清楚。这是我家的三合院，再放大一点。那这边是景福宫土地公庙。前面的广场就是我们小时候玩游戏的地方，旁边这一条就是大圳高，刘公圳的干线之一。这是八德路，那这是当时正在兴建的台北田径场，台湾电视公司在这边。1957年的时候还没有诞生。从敦化北路往北走，这是台北市立棒球场，当时也还没有兴建。再往北走，这里就是松山机场。那基隆河截弯曲直之后，河道就变成这样。那现在这里是放大一下，看一下美丽华在哪里。哦，这边是乐群山路。乐群山路在这里。我们再往南看一下，从八德路往南，这就是敦化南路。不过当时只见到这里，这里是仁爱路圆环。忠孝东路的话，要先找到大巨蛋，所以忠孝东路当时都还是稻田。那仁爱路当然也还没有兴建，只到这里而已。我们再休息一下。我现在来到松山文创大楼，哇，这里的流苏也正盛开，看一下。这栋大楼正式的名称是台北文创大楼。我们接下来来看1967年的航照图。我们先找到台北大巨蛋，这边的图层，1967年台北市旧航照影像。这是民国56年。还是先找到我们熟悉的松山文创园区，大巨蛋在这里。民国56年，我已经6岁了。这时候光复国小的原型教室已经完成了。这一年9月，我就进入光复国小就读了。光复国小的原型教室是著名的建筑师修泽兰女士设计的，她最著名的作品是阳明山的中山楼。光复国小旁边的国父纪念馆，当时也还没诞生。三张里支线也是没有变化。那当时华视大概在这个位置，也还没有诞生。不一样的是，10年前这边有大片的稻田，现在已经盖了一整片的4层楼公寓了。再往北走，八德路敦化北路口，台湾电视公司已经成立了，是台湾第一家电视公司。台北田径场也完工了，台北市立棒球场也完工了。这个圆形的建筑是篮球馆。不过后来拆除了。我们再从敦化北路一直往敦化南路走，继续往南。当时敦化南路还没有兴建。那这边有一栋著名的古厝，林安泰古厝，刚好就位于敦化南路拓宽的道路预定地上，所以当时政府准备拆除林安泰古厝，后来经由文化界的努力拆解下来。然后在现在新增公园的北侧那里重新组装完成。
我们在中场休息一下。我现在来到松山文创园区的生态池，这边也是有很多栋老建筑，是当年专卖局松山烟草工厂时代留下来的。这是历史古迹松山烟草工厂锅炉间，旁边还有一根大烟囱。我们接下来看第4张台北旧航照，这是1972年，民国61年，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们还是从台北大巨蛋出发，那这里要点选1972年台北市旧航照影像。台北大巨蛋在这里，国父纪念馆也在这一年完工，所以我们那个年代的光复国小小学生是亲眼见证了国父纪念馆的诞生。不过1972年忠孝东路4段还没有兴建，我们从国父纪念馆跟松山烟厂中间这边看过去就很清楚，这是忠孝东路4段，还没有兴建。那这附近，现在的太平洋搜狗百货公司应该是在这附近。那从这张航照图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搜狗的后方现在那里有一个刘公公园，因为刘公圳的干线就流经这个区域。这是仁爱路圆环，所以1972年的时候，仁爱路也往东拓展，连接到国父纪念馆前面，然后与基隆路交汇。以上就是台北市100年历史地图这个网站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台北过去100年来的一些地理资讯。这边的图层总共有15页，每一页有10张地图，所以总共有150份地图。所以您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选择适合的图层，来了解台北市过去100多年来的一些地貌变化。以上就是我今天在松山文创园区的同理开讲，用台北市100年历史地图这个网站的影像资料，介绍台北市东区过去80年间的地貌变化。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造访这个网站。那我今天的同理开讲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